台东为释迦主要产地，凤梨释迦年均外销量为1万公吨。然而鲜果不耐除运及检疫问题，台东厂开发全国冷冻凤梨释迦技术，分散单一市场风险，拓展外销通路。新鲜现采凤梨释迦硬熟果后，进行选别及表面清洁。然而过程可能遇到自然后熟天数不一致，因此可采用一致软熟的新技术。而冷冻后可能造成凤梨释迦口感不佳的问题，则可以透过全国冷冻技术，使用抑菌处理及-40度C 急速冷冻，搭配真空包装，确保冷冻果品的卫生安全，并延长储存寿命。解冻后，风味依然极佳。这项技术不仅符合台湾、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卫生安全标准，而且不受检疫条件限制，赏味期限更可达2个月以上。有请专家江淑文分厂长分享冷冻释迦的开发经验。各位大家好，我是台东区农业改良场江淑文，我担任的是斑鸠分厂分厂长这个职务。这一个技术开发的契机其实是从104年开始，因为外销陆续在销售国外的部分，我们其实凤梨释迦鲜果95%以上都集中在中国大陆。从104年外销畅旺开始，我们其实就有一点点忧患意识，所以这个技术的缘起是从104年的计划去做一个研发。研发构想之后，我们觉得我们的技术精进上还是有一些落差，所以我们105年就开始找台湾大学来合作，共同开发，把这一个技术研提科技部的计划，去把凤梨释迦催熟及全国冷冻技术做一个更进一步的精进跟研发。这个技术其实在109年，我们厂也在农业部里面开记者会去做一个技术的公告跟授权。可是因为那时候技术门槛太高，所以变成说厂商投入的意愿偏低。但是在110年的9月20，中国大陆禁止了我们的莲雾跟释迦的一个进口。这时候呢，厂商也因为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的义务使然，所以他们也接受政府的号召，一起产官学合作，把机器设备的投入之后，让他们去进行这个催熟及全国冷冻技术的技术移转，开始投入生产，来解决产业的燃眉之急。冷冻释迦这一块一开始是跟鲜果作为一个区隔，因为鲜果它在外销上会有一些检疫门槛，所以变成说在检疫门槛还没谈的国家，我们就用冷冻的这一块去做一个食品的不同的方向的一个思考。食品这一块就好食品安全卫生的问题。凤梨释迦的冷冻技术，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它比较符合食物原型的开发，所以变成说在全国冷冻的技术之后，我们是用催熟库进行一致的催熟，让凤梨释迦达到固定的成熟度、很好的风味、很好的糖度，再进入食品厂的冷冻室去做一个新鲜保存的动作。所以我们说生鱼片都有冷冻保存，释迦也可以用冷冻保存的概念。所以吃起来呢，当然冷冻是冰淇淋，解冻之后它就有新鲜的果肉的口感、Q 度、糖度都非常的符合消费者的期待。基本上，因为每个厂商的环境条件跟设备门槛不一样，一个技术你要在每个厂商去做适应，就要做一个细部的微调，跟适应它生产线的一个技术的调整。我们有做厂商的实地场域的辅导，所以我们的北中南东各有一个示范的一个技转厂商来为我们的台东的农民服务。当然，这个最大的门槛还是果价的收购价太高，所以对于食品厂来讲，他们是一个蛮沉重的负担，所以变成说他要收那么高的果价，再做成加工品，它的贩售价格相对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朝向高单价的市场，像日本或者日韩这2个高单价市场去做一个行销的动作。在日本的食品展，整个厂商事实上它反应也不错。一开始的原果开发，整颗果实是想要展示果实的原来的样貌，但是对消费者而言，现在 ready to eat 这件事情就已经变成说是他们想要马上做到的，所以厂商后续也有应用这个技术去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开发，包括小包装的切块，让
消费者拆袋即食这个概念，其实都有在做一个相关的应用，所以这个是后续技术的更加发展跟更因应消费者、贴近消费者食用的习性上去做一个改良。如今，随着这项新技术的助力，台湾的凤梨世家外销市场有望踏出更稳健的步伐，让台湾的凤梨世家以全新的冷冻形态走向国际。